我說你咋不走？你咋不改嫁去？他说我还等着他嘞，我改嫁。他以为了他这个当丫的还得活着嘞，到他再死了还等着他回来嘞。在王金鼎的父母就是我姥和姥爷，这是我舅妈。丈夫抗战未歸，她等了一輩子，直至離世後，當年的戰場才傳來丈夫的消息。這樣一位英勇獻身的營長，他沒有回到家鄉，而他的妻子呢，現在就長眠在這樣一片荒地之中。所以我們希望真的是要讓他跟王金鼎營長擁有一個合葬墓。我是孫初榮，一個打掃戰場的人。2024年，我們在籌備衡陽1944抗戰紀念展時，被一段跨越生死的兄弟約定深深震撼。1944年8月7日，方先覺部守城衡陽的第46天，外圍援軍遲遲無法突破日軍阻擊，城內守軍彈藥耗盡，糧食匱乏，戰鬥轉為城區巷戰。第37團3營營長王金鼎在衡陽孤兒院爭奪戰中陣亡。戰後，2營營長侯樹德找到王金鼎的屍體，嚎啕大哭。侯樹德與王金鼎都是安徽太和人，同是黃埔軍校15期同學，又在同一個師團作戰，親如兄弟。衡陽保衛戰打響前，他們曾約定，如果有一人戰死，另一人要將他的遺骨帶回家鄉安葬。一語成讖，王營長陣亡。侯樹德火化了王金鼎的遺體，將他的骨灰掛在腰間。衡陽陷落後，他帶着2營幸存的兄弟從衡陽突圍，在郊區組建游擊隊，繼續與敵作戰。彼時的湘南戰場，人人皆知這位腰間懸着戰友骨灰的游擊大隊長。在講述這個故事時，還流傳了一張兄弟倆的照片，但誰是侯樹德，誰是王金鼎，沒有人知道。侯樹德帶着王金鼎回到家鄉了嗎？帶着這個疑問，我們找到了侯樹德與王金鼎的家人。你好，阿姨好，是啊，坐。对，這是一張正常照。這是爸爸和媽媽的合影。這是他的黃埔軍校的同學證，他的身份證也在。身份證。對。抗戰勝利後，侯樹德在海上漂泊多年，直到50年代才回到家鄉。回鄉後的侯樹德對往事幾乎閉口不談，唯一反覆提及的就是衡陽保衛戰的慘烈。衡陽保衛戰是最殘酷的一次，它離死就很近了。到了60幾年的時候，這裡還這個彈皮還沒取出來，那就殘酷的很了，那真是。關於爸爸是否帶着王金鼎的骨灰回家，兒子說他有一些印象。同部軍校可能就是同學了，就在一個部隊裡，他犧牲了，犧牲以後把那肉一燒掉，弄點骨頭，就把他背攏回來了。他有講他這個戰有更多的一些信息嗎？那些東西都沒有詳細，沒有詳細去說。想把他的骨灰帶走的時候，那不是想叫他落葉歸根，但是要是沒帶到家，沒能落葉歸根，那中間都不少的錯，他就沒說埋在哪裡，就說也是找不到。2006年，侯樹德離世後，王金鼎骨灰的去向成了一個無解的謎。而另一個遺憾是，通過親人們的辨認，網上那張流傳已久的合影不是侯樹德和王金鼎。與此同時，志願者在安徽找到了王金鼎的家人，他的妹妹王金秀還在。生病了，正好生病了，我現在是在醫院還是什麼？生病了回來了，正好那天他出院。衡陽那邊的，我們從湖南過來的。湖南過來的啊，您哥就是在我們那裡陣亡的。都在那陣亡啊？對對對。您以前聽過你哥哥的事情沒有啊？聽過，俺哥這當兵走的早啊，哎呦，我也沒見過俺哥。王金鼎犧牲後，他的父母領養了王金秀，他對大哥很陌生，只從父母口中聽過只言片語。你應該知道俺大姐叫啥名字？你大姐呢？知道，叫個徐秀榮，他21歲才走到俺家了。他告訴我們，王金鼎出征時已經成婚，和妻子徐秀榮曾育有一個兒子。但孩子出生僅4個月便夭折了，家中曾收到過陣亡通知書，但家人堅信活要見人，死要見屍，始終不願接受現實。
60年代，王金鼎的父母因饥荒先后離世，妻子徐秀荣为了活命也離開村裡，找了一份保姆工作，但她一直等着丈夫。村里人都知道。我說你咋不走？你咋不改嫁去？他說我還等着他呢，我改嫁，還以為了他這個當丫的還得活着嘞，到他再死了還等着他回來嘞。徐秀荣與王金鼎的妹妹們多方尋覓，寫信至台灣，托人海外探問，韶華耗盡，終未能派來王金鼎的音訊。他離世後，王家後人將其安葬於王金鼎父母身旁。在王金鼎的父母就是我姥和姥爺，這是我舅媽。一家人的墳緊緊挨在一起，唯獨缺少了王金鼎。現在站在徐秀榮女士的這個墓前，真的很感慨，這樣一位英勇獻身的營長，他沒有回到家鄉，而他的妻子呢，現在就長眠在這樣一片荒地之中。所以我們希望真的是要把他這個墓地修繕一下，然後讓他跟王金鼎營長擁有一個合葬墓。很心累。這個碗看着有點年份了。侄子從家裡找出了王金鼎與徐秀榮結婚時的紅碗。等他這陪嫁的這碗100多年了，從這搬了自然從那，我搬了几道的了。这碗到了，这個碗都還保存着，以後好好珍藏。他說把這個碗捐給我們，他想讓王金鼎被更多人記得。找到了王金鼎的棲身地，他的外甥女和堂侄一大家子從安徽到了衡陽。王金鼎生前沒有留下任何照片，衡陽志願者根據王家的親人面貌描摹了一幅王金鼎的畫像，給親人一份寄託。1鞠躬，2鞠躬。80多年了，他們終於找到了一個可以為王金鼎下跪的地方。他這8歲都死了，可惜連後代都沒有。這是我母親，王金鼎就是我舅舅。我母親去世的時候，就非常想念我舅舅，講有時間的時候，有我舅舅的消息，一定讓我們過來看一下，代替他沒走完的事情，我們幫他走完。我們將王金鼎與妻子成婚時的洗碗放在了南岳山下衡陽1944抗戰記憶展，這裡藏着侯樹德、王金鼎之間生死與共的兄弟情誼，也藏着徐秀榮的半生守候。山河危難之際，他們捨小家為家國，留下無盡哀傷的別離。我們搜集碎片，記錄往事，留存歷史。願更多人看見他們的過失，記住這群為故土浴血的先輩。歷史的遺憾難以消弭，唯願這份記憶永不消散。找到了他的帽夫。我爸爸临終之前心心念念的就是我的爺爺。你咋了？你要爹来回家。